听，我是林卡琳，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呢是移民英国3年后我的真实的感触。那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移民英国这个决定有没有感到后悔呢？来英国之前对英国的幻想 versus 现在3年之后英国的现实又有什么差距呢？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看吧。我在英国之前是在新加坡，所以我的观点呢可能有一些会是跟新加坡的对比。我将会从以下8个方面来与大家分享。首先第一呢就是天气。说英国怎么能不说天气呢？每个英国人见到你都会说nice weather, look at the weather, it's really bad。 对，大家所有人都会聊天气。在这之前我根本不明白为什么，但现在我 exactly 就是这样。我跟任何人见面打招呼，基本上第2句话就是开始聊天气。那在来英国之前呢，我的幻想中的英国是怎样子的呢？就是天气很差，刮风下雨。传说中呢，这个国家也叫大英帝国，所以就是地如其名，每天像世界末日一样。那其实真实的情况呢有出入，但也确实是有一些说的比较接近的地方。那首先就是现在我是在英国的冬天还是蛮抑郁的，尤其是我现在是在12月底，基本上每天的天气呢都是阴沉沉的，然后这2天还有罕见的大雾，再加上从早到晚，可能早上9点钟天才亮，然后下午4点多天就黑了。在这种情况下，其实真的有一点抑郁。但是我没有想到的呢，是其实它的温度没有很冷哎。我自己本身是中国山东人，那我在老家的时候，它冬天可以到零下20度，比较极端的情况下啦，但零下10度是常有的事。然后高温的时候可能会到38、9度、40度这样子。在新加坡就更不用说，4季是夏天，然后经常很大的雨，那常年会比较热，在28、32度这个区间。在英国呢，它其实每年的温度大概就是从0度到25度左右。夏天偶尔会有一段时间我们叫 heat wave， 那它可能会到35到38度，那段时间真的会比较难挨，因为英国没有空调所以我们家有3个电风扇来应对 heat wave 的出现。那我比较喜欢英国天气呢，就是它的春天和夏天非常的美。这边会有一些图片。那我每年这个时期大概是从4、5月到8、9月份呢，我都会带我的2只小狗一起去爬山、徒步旅行，因为这段时间真的温度适宜，风和日丽稍微有一点小冷，但是不影响心情。然后另外一个呢是英国的雨水其实没有想象中多哎。我第1天到英国的时候，我的脚就干到裂开了，然后需要疯狂的喝水。我感觉这是因为大家的房子其实都比较保暖，然后又有暖气就会让室内的空气比较干燥。但数据显示，英国的降雨量，比如说伦敦，它其实都没有上海或者是东京高诶。英国这边的雨通常是淅淅沥沥的小雨，而可能在东亚地区呢，就比较会是一下子有大雨，然后季风气候的时候的降雨量也会比较大。这个是一个我蛮惊讶的点哦。好，啰嗦了这么多，我们讲第2点，就是食物。那我在来英国之前，对英国的食物的印象就是美食荒漠。包括经常很多留学生会分享，在这边真的没有什么吃的，不对胃口炸鱼薯条又是算是臭名昭著，没有很好吃，所以我对英国食物的期待值是蛮低的。但我来了之后会发现，英国好吃的很多哎。比我想象中多很多。此处我会跟新加坡跟中国做一下对比我觉得英国一方面呢是它的西餐，毕竟是在欧洲嘛，它的西餐真的有很多很好吃的餐厅，比如说意大利菜西班牙菜然后英国本地也有一些 British fine dining 的餐厅，他们的东西都很好吃，然后又有很多牛排、汉堡、披萨。所以如果你本身像我一样呢，不是一个特别中国味，或者是执着于某一种类的食物的话，其实你在英国是会吃得蛮开心的。真的吗？除此之外呢，亚洲菜
它的日本菜跟韩国菜就比较逊色，中餐厅蛮多的。我比较惊讶的是，它的粤菜餐厅竟然非常好吃，包括我有很多朋友来自广东啊、香港啊，他们都说这边的粤菜是好吃过新加坡哦。因为我本身不是粤菜圈的人，所以我也不太知道。但我确实，至少从我的口味来讲，这边的咕老肉啊、点心啊，确实是做的蛮好吃的，非常开心。除此之外，我爱上了印度菜。我之前在新加坡待过几年，但我真的对印度菜的认知仅限于印度飞饼，因为新加坡的优点是它有很多那种小摊贩嘛，然后你就可以以比较便宜的价格尝试不同的食物。但印度菜在我的印象中一直是比较黑暗的料理来的，但英国的印度菜几乎是国菜。那我就想说，我来了这边这么多印度菜的选择，那我一定要试试看。然后我就疯狂的爱上了。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非常非常爱 butter chicken， 我也非常爱它各种的 naan， 跟我们山东的大饼味道有一点像，然后我就吃得很开心。来了英国，华丽丽的胖了10 kg。但是哦，英国这边的缺点就是，除了我刚刚说的日本菜、韩国菜相对没有那么好吃之外呢，它外出吃饭是蛮贵的。我的体感至少有比新加坡贵30%，那比中国可能就有贵8倍、10倍这样子。经常吃饭还是蛮肉痛的。英国这边的普通家庭大部分会选择在家里自己煮饭，那我们家也是这样子。其实超市的食材相对来说没有特别贵，虽然前2年的通货膨胀比较严重，但这边还是很容易可以买到很多优质的牛肉啊、猪肉啊、鸡肉啊、各种海鲜，就是不太有鲜活的虾子和鱼，这一点是我比较怀念亚洲的部分。OK， 那我们到第3点，那就是看一下笔记，工作。那我对于英国工作状态的幻想就是会比较 chill， 有很多 work-life balance， 同时会有很多的假期。大家不都是说圣诞节大家都是放1-2个月的假，然后8月又是一整个月没有人上班吗？现实情况是，其实假期真的没有很多。英国的国家规定是8天的公共假期，加上最少20天的公司年假。那通常大部分公司可能会选至少给你25天的年假之类的啦，所以还 OK。但真的比想象中少蛮多哎。比如说，其实现在是圣诞节加上新年期间嘛，那真正的公共假期只有3天，就是25、26还有1月1号。如果你想要凑成一个比较长的假期，就要动用到你的年假喽。这一点其实是比我想象中少很多的。然后第2点就是 work-life balance。确实是蛮好，至少比我在新加坡的时候要好蛮多的。这边就是会比较注重家庭啊，工作完之后可能5点多下班就没有人会找你了，除非你是有一些在美国或者是亚洲的同事会跨时区这样子，但你是完全基本上不需要回复的。但我知道不是所有的岗位都是这样子哦，可能金融业的同学们40会有话说。但这就是我自己目前的情况，我在科技行业会感觉比较 chill 一点。然后另外一个我没有想象到的呢是税，我有猜到英国的税会比较高，但我没有想到它会这么高。当你拿到自己的工资条，每次都发现有一大块被划走是税啊，还有 national insurance 的时候，这个感觉真的是往心口插刀。所以这也就变相的造成了一种结果，就是升职加薪它带来的诱惑其实没有很大。比如说你可能税前加了20K 英镑、30K 英镑，税后可能就只有10几K 了。那这个时候换算到每个月，其实真的没有加很多，所以不如大家都躺平好了。我也能理解为什么大家都这么持有，都这么躺了，因为真的诱惑不是很大。那说到第4点，这一点我感觉应该蛮多人会感兴趣的，就是歧视的情况。那我来之前可能也有做好心理准备，就是英国可能毕竟白人社会，然后通常黄种人的地位是比较低的，这是我自己的认知啦。然后就猜到可能偶尔会出现被歧视的情况啊，会说go back to China, go back to Asia 这一些 comments。但真实的情况呢是，我已经来了3年，目前没有遇到任何一起这样的情况。而且英国本地人真的外冷内热哎。我在街上如果是需要帮助的时候，我还没有遇到任何一次是没有人提供帮助的。总体来说的话，伦敦的人会冷漠那么一丢丢，但是真的也算是非常好。然后
如果是你是住在村里，或者是去一些小镇，或者是在苏格兰，那里的人真的是非常的快乐，你看到他们的脸上都有笑容，然后在路上见到基本上一定会打招呼。这一点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但这也不代表就是没有歧视这件事情发生可能我只是幸存者偏差，所以如果你有遇到类似的情况，欢迎在留言里告诉我，然后跟大家讨论。第5点就是治安。那我在来英国之前其实还是蛮担心的，因为新加坡真的非常非常安全然后我就看很多人分享说，英国这边有很多飞车党啊，就是在路上会骑着摩托车抢你的手机，然后有入室抢劫，有砸车，各种很可怕的事情。然后这一点就让我比较担心。真实的情况呢，是我真的有在新闻中见过上述所有事情的发生，但我自己目前是还没有遇到。但我觉得这其实也跟我自己比较小心有一些关系。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其实不能说英国的治安就很好，因为它毕竟，比如说对比新加坡、对比日本来说呢，它真的治安是没有特别好的。所以我自己的建议是，如果你会来英国住或者是来英国旅行的话，一个是要去看你住的地方的 crime rate， 就犯罪率，如果它很高，比如说英国有一个恶名昭著的伦敦小歌坛象堡 Elephant Castle， 好像是这个。如果你真的住那边的话，就真的遇上这种危险事情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查你居住地方的 crime rate。然后第二个就是，如果你怕抢，那么我们就不要穿一些大 logo 的衣服啊，背一些很有名的包包啊在身上，这一种就很容易成为目标嘛。然后手机也是尽量可能放在内袋啊，抓在手里，就尽量不要让自己看上去很像被抢的目标。我会觉得这一些对我来说目前是很有帮助，我也希望能够借此帮到你，让你的英国之行的体验有上升一个 level。第6点就是房子和车子，我们亚洲人的最爱。来英国之前呢，我其实是以为英国会蛮贵sorry， 我之前真的没有做太多功课，我就是很冲动的搬来了英国。但我对英国的房车的概念就是，车子我其实知道欧洲会比较便宜啦，所以我就猜到我应该会经常开车出去玩。然后房子的话，我知道伦敦是很贵，我又感觉我应该会一直在伦敦工作，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不太可能买得起房子的。然后现实呢是，伦敦真的买不起房子，伦敦真的太贵了，怎么会那么贵？我在伦敦租房子，1个月要花掉我薪水的1半呢。它的租房子真的是要比新加坡还要贵很多，这真的是很夸张车子呢，真的很多选择，车子的便宜跟亚洲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们此处不跟新加坡做对比，谁的车会有新加坡那么贵啊？真的是，我在新加坡绝对不会买车，我就感觉我会是冤大头，除非我真的发了大财。但说回到正常车的价格。亚洲相对来说会是电动车比较便宜啊，比如说 Tesla 或者是比如说宝马啊、奥迪的那一些电动车，其实都不算特别贵。但是在英国这些车都很贵，所以我本来是想要买电车，然后我现在发现我买不起。英国的话买BBA 这些德系的车会比较划算，然后如果是你会开手动挡的车，我买手动挡的车超划算。但是此处有雷。如果你要买车，请记得一定要在你买车之前去找一个保险公司拿个 quote， 因为真的会出现车险比车还要贵的情况如果你真的在这之前就已经买了车的话，可能转手就要把车卖掉了呢。对，事情就是这样子。那第7点，宠物。如果你之前有看过我的影片呢，你应该知道我是有2只狗狗的，我有1只金毛，1只腊肠。那宠物这一点其实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我来英国之前的幻想就是天天遛狗，田园生活，狗子很开心，我也很开心。那来了英国之后，发现确实有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而且英国的绿化、英国的公共公园的数量比我想象中还要多即使是在伦敦市中心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公共公园，然后有非常多的狗在里面玩，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这边的人也很 dog friendly， 很多餐厅呢你都会允许你带狗狗一起进去然后公共交通上也经常看到小狗小猫在里面。但是呢，英国的冬天我没有想到它竟然是很湿很冷的，就是很冷我有想到，但我没有想到它会那么湿。所以很多时候出去玩不是怕水，而是怕泥。像那些草地啊，到了冬天就变得很泥泞，然后每次遛完狗回来，真的是洗狗都蛮痛苦的，尤其是金毛，它真的需要干超久，吹风真的吹到手都痛。
但这就是事实。但总体来讲的话，我的2只狗还是比较喜欢英国，它的温度呢确实是比新加坡更要适合狗狗。最后一点，第8点，游玩。我来英国之前的幻想是，英国是非常有名的旅游国家，伦敦、爱丁堡、约克、布里斯托，那么多地方可以去玩。再加上我之前又以为会有很多假期，我就以为我周末又去这里玩了，然后那个小长假又去那里玩了，这是我的想象嘛。然后呢，现实情况是我确实有去这些地方玩，他们开车也不是特别远。但最大的问题是，英国的酒店真的那么的贵呀！英国的酒店真的是贵到跟整个国家的收入有一点不符合的情况。比如说，今年我有带我的爸妈去绕英国游玩了一圈，在伦敦8月的房价1晚上400-500镑不过分，爱丁堡竟然贵过伦敦。真的是没有话说了。所以如果有时间，不如欧洲游。欧洲游的成本可能会比在英国更低哦，而且还更多好吃的。但此处还是要说一点啦，就是虽然英国的火车经常 cancel 经常 delay 但是飞机还是蛮方便的。前提我还是觉得要开车啦，除非你在伦敦在伦敦开车的经历，我真的是可以说一集，太难过了，怎么会有这么地狱般的开车模式？OK， 这就是我这一期8个英国的幻想与现实的分享。当然，我现在才来了英国3年嘛，我可能在生活几年之后，我的经历又会有不一样的感受。那我自己的总结就是，网上说的跟现实真的是可以差距蛮大的，然后每个人的经历又可以是差距很大，所以网络上呢，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很多事情真的是要亲身体验才能体会其中的酸甜苦辣。那总体来讲，我还是很喜欢我在英国的生活的，整个心情放松了很多，然后少了很多没有用的社交活动，会更多的去关注自身的成长、生命的价值。我会有很多时间跟我的狗狗们一起出去玩，除此之外还可以探索很多不同的兴趣，所以我还是比较满意目前这3年我在英国的生活的。那不知道你的体验是怎样呢？也欢迎在下方留言一起讨论哦。这一期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啦，拜拜。